心架一路，肘底看拳。好，接上式双推掌。好，右胯松沉，合左胯，身法左螺旋，身法左转，右手逆缠前蓬，左手过左膝上领手，身法尽力向左螺旋，松右胯，身法回正，放松螺旋下沉相合。好，对象。三换掌。好，右胯松沉，身法左螺旋，左手过膝顺缠上领，身法尽力左转，右手顺缠下沉切掌，回正螺旋，沉肘相合放松，立身中正。好，同学们，肘底看拳呢，从套路外形上看起来是非常简单的，对不对？那么我们记住，简单的动作里面只要包含了螺旋，那对于这个劲力来讲，包括身法的细节上来讲，它都是有比较难的一点。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肘底看拳是由三换掌顺势接身法的下沉螺旋。那么在这个位置呢，大家需要注意，很多同学认为，我们在做肘底看拳的时候，两手的力源随身法的转动，在练化的过程当中，左手是一个非常放松，通过身体的上引和下沉来形成这样的动作。1、2，我们通过身体的上下的起伏来去带动左手由下向上的弧线。实际上大家都把这个地方的劲力理解错了。那它的细节的针对性呢，就是在于这里啊，就是在于这里。它不是让我们进行上下起伏来通过身法的高低来带动手，而是什么？而是通过左右。大家可以看一下，当咱们产生螺旋的时候，身法一定是会产生下沉的，所以随着下沉的同时，身法在产生左转，那么你的左臂它一定会随着什么？身法的左螺旋向后去领力源。所以整个过程里面，你的身体是什么？也是同样的，和咱们上节课讲的三换掌是如出一辙，把小肚螺旋作为主体，你的手臂由上向下劈掌，不是靠你的身体往下坐沉，或者往下砸肘的时候，也不是通过身体的迅速下降而产生的力，而是通过什么？通过螺旋。那这个地方如果有老师不理解的话，咱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如果我们从上向下迅速屈膝下蹲，那么你能产生的力最大也就跟你的体重是一样的。但是咱们的丹田一旦旋转起来以后，那么你产生的这种螺旋的离心力，只要丹田力够整，那么对于我们的手臂来说，你的手臂甩出去的力量一定会比咱们身上的体重要大。那么就需要大家去理解，当身法产生转动，左手的运化就是放松螺旋自然下沉，以手背向下沉，在沉的过程当中，经过了左膝以后，不能让手背再朝后了。为啥？因为你看再往后是不是反关节了？所以过膝以后便顺缠上领手，身法继续向左螺旋。在这个时候最容易犯的问题是啥？跪左膝啊，把左膝跪进去，然后身体继续向左螺旋。所以我们还是那样的一个要求，我们身法在左转的时候，它一定要结合身体的小肚螺旋，让胯顺势向外打开。打开的时候，膝盖还在原地，产生螺旋，迅速下沉。那么我们的左手呢，说到头，它就是一个什么？通过身法以身带手，螺旋的时候借助手臂的松沉去做力源，就像我们平常老师们在做的热身功一样，就是环绕肩膀的这个动作，类似于这个动作啊。那么大家得切记啊，身法只要不起伏，那么你的手臂的力量就能通过小肚传出来，起伏了就没有了，非常简单的道理。那么我们再看，有很多老师对于光学这个动作，他可能不太理解，就是说，老师，我肘底看拳，我为什么非要让身法旋转的尽力向左？我的手从外侧合过来，它不行吗？好，首先咱们在这一节课基础课上来跟老师们去解答一下。对于肘底看拳的这个攻防含义来说啊，它的模拟的现场的场景是，比方说对方有人在抓住我们的肩膀以后，
我们所产生的这个让肩，不是说你轻轻一让，就是你让到这块，你手一压就合过来了。我们希望的是能够将肩膀通过转身的方式，从对方的手里给它拖出来，让开他的力，然后一让肩以后，迅速的回手下沉。那么这个过程里面，对方可能是在推咱们的肩膀呀，对不对？你只让一点点，你就想把手臂再带回来，肯定是不现实的。所以最好的让劲是什么？落空，对吧？引进落空，在被推到肩膀以后，咱们迅速的松胯螺旋，看到没有？身体整个让成平行于左侧的这个身法之后，对方的手会推空掉，随后我们再砸肘相合，这个过程里面才是符合引进落空的阶段。要不然大家想一下，你在推我，我身子都没有让开，我还想回手去砸你，肯定是不现实的。那么你看，我要让到这儿，我再回来，不就相当于没有落空这个力吗？所以大家要切记啊，肘底看拳实际上是一个身法，尽力的向左螺旋形成的一个平面来让空，你迎面受到的力才形成了一个向后的力源，并不是说我们以摆手下沉为主，知道吧？让是第一个先达到的一个目的，回身砸肘才是以退为进的身法运化，明白了吧？那我们有了这个左手的力源以后，我们再看右手。那之前都跟大家讲过，但凡这个中线产生螺旋，那同理，咱们的右手呢也是会相应的与身法的螺旋形成与左手的前后螺旋的对拉。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右手的膨劲儿就是随咱们身法的左转，顺势的向前下沉劈掌，两手你看，顺势向前下沉劈掌，它就是靠什么力量来的？身法左转，左肩向后，右肩向前，在螺旋的过程里面，我们要产生一前一后、一阴一阳的两个力。但是很多同学都已经把这个左手作为主体，起身下沉，右手就是一个非常放松往下合的劲儿，向前膨胀、向下按掌的合劲儿已经消失掉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最容易出错的这个点儿，容易阴阳失衡顾左不顾右。那大家再看，当咱们右手劈沉出去以后，你看咱身法还有一个向内回正的动作，在向内回正的过程里，很多同学喜欢把右手只是通过下沉来折叠你的肱二头肌向上去撩拳，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算是丢劲儿了，身体是散掉的。怎么样去把它做整？就我们去想象一下，平常你在练习热身的时候，抡臂拍打，在你抡臂拍打的时候，身法一转，在向回转的过程里面，通过回转的一瞬间，你的两手会非常放松的拍打在我们的周身。那右手也是同理呀，当右手由前向内相合的时候，你的右手它是通过身法的向右迅速螺旋。如果咱们把肘底看拳发力，看到没有？把肘底看拳发力，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的右手是怎么合进来的？它不是靠肱二头，而是靠什么？而是靠咱们的身法迅速的右转，让身法的螺旋带动右手向上撩拳。那么这个劲儿是怎么来的呢？转腰螺旋。所以你想把前手砸肘和右手撩拳这两个力能够紧紧的产生上下的相照相合，那么一定得有啥？小度从左向右的螺旋合劲儿。那最后一个小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点，就是说老师，我这个手肘和我的拳眼它是对到一块儿的，还是一拳远？这个不做要求，因为很多老师都说，老师我在做的时候，我觉得两个手合到一起，我觉得劲儿是整的我有的老师说，老师我这个手宽一点，我觉得是整的。这个动作也是一样的，攻防含义嘛，对吧？你在下砸肘的过程里面，对方的身体一定会因为你下砸肘的同时，它产生向下倾身子的问题。你的撩拳实际上瞄准的是对方的头部对方下沉，你拳头对头部做出一个迎击，而不是说我合到这儿我才算动作正确，知道吧？你合到哪取决于对方的脑袋有多大当然这只是一句玩笑话。老师们平常练的时候，如果说真的要去形成相合的距离非要钻这个尖儿，那就1拳到1拳半的距离
啊，1拳到1拳半的距离。这个手臂也不需要非得形成这个大直角，因为有时候咱这个合劲儿不一定要沉到哪，知道了吧？所以从标准的上面来讲的话，真的要追求这个外形，这个操的外形标准，那就是上手呢，哎，这个折叠的夹角略微小于等于90度啊，小于等于90度，让肘尖出来，下手呢撩拳和肘尖形成相合啊，用小度螺旋的带动，形成这样的一个力。所以肘底看拳看似很简单，但实际上需要我们注意很多点，身法的起伏啊，包括身体的螺旋，以及前手和后手在劲力当中通过中线螺旋带动的一种相合。基础课上对于动作上的要求啊，虽然说很明确很标准，但是大家在关注细节的同时，为了以后的提高，一定要把里面的劲儿也要从中去进行一个理解。光去找到中线的转动还是不够的，对于基础来讲的话啊。